江瑶瑶。跟他满脸的无语相比，薄锦兰随手抄着西装裤带，姿态慵懒又悠闲，穿这么薄不怕着凉。经过昨天，江瑶瑶很自觉的没再自作多情，而是反问道：你来做什么？薄锦兰微微勾唇，你说呢？果然，江瑶瑶瞪他，就算为了演戏，你也没必要来找我吧？刚才差点露馅，你知道吗？眼皮机不可察的微动了下，薄锦兰似笑非笑，你意思就是在外公和舅舅面前演一下就行了，其他人面前我们就是陌生人，懂？陌生人。薄锦兰眯长霞眸，没有说话。江瑶瑶小鼻子小眼的瞅着他，你该不会后悔帮我了吧？薄锦兰看着他，继续不说话。薄锦兰眸色微沉，突然他转身，迈着修长的双腿往回走。江瑶瑶忙跟上去，薄锦兰你干嘛？说话啊！你到底几个意思？直到进入路边的一家水果店，江瑶瑶莫名其妙，你想吃水果吗？薄锦兰垂眼睨他，不是说朋友来给你送东西？爷爷，我朋友说带了一些特产过来，我去接一下。对哦，空手回去又要露馅了。江瑶瑶笑嘻嘻的吹起彩虹屁，幸亏有你，真不愧是博远集团的 CEO。薄总你真聪明。薄锦兰。10分钟后，清俊优雅的男人很违和的提着一个大西瓜回到别墅，这是瑶瑶朋友送的。程老爷子对着西瓜东摸摸西看看，江瑶瑶拼命点头，朋友亲戚特地从老家带来的特产西瓜，特别甜。程老爷子笑，你朋友有心了。一旁的程润之，这不就是普通的麒麟西瓜，小区门口就有卖的。但他识相的选择不说话。老爷子坐在一旁，边看他吃饭边唠嗑。我让你舅舅订了7号回海城的机票。好啊，江瑶瑶笑，那这几天我就在家里陪外公。程老爷子皱眉，瑶瑶，你是个女孩子，注意形象，回头锦兰再嫌弃你。他敢？江瑶瑶傲娇的抬着小下巴，是他死乞白赖追我的好吧，我还嫌他老呢，比我大9岁，都能当我叔叔了。嗨嗨，程润之突然咳嗽。与此同时，楼梯上传来脚步声，江瑶瑶忙坐起身，挺越胸抬背，正襟危坐。程润之。程老爷子则憋笑不已，口嫌体直，男朋友一来立刻扮怪。薄锦兰穿着熨铁笔挺的定制西服，领带系得一丝不苟，清俊金贵，风度翩翩。来到餐厅前方，他微笑着道：外公，我先去公司了。程老爷子笑容满面，有空记得常来家里玩。好。薄锦兰说完，看向江瑶瑶。江瑶瑶眨巴眼，还没反应过来，男人已经抬脚朝他走了过来。到了跟前，他伸出大手在他的脑袋上揉了好几下，声音温柔又亲密，我去上班，你在家里乖乖的。你放开。薄锦兰说着，不是要在外公跟舅舅面前演戏吗？要怎么演？薄锦兰朝着额头吻了下去。江瑶瑶小鹿乱撞，微信联系。啪！一直没说话的程润之丢下报纸，转身上楼。程老爷子则哈哈大笑。10分钟后，江瑶瑶发微信，你能不能别演得那么浮夸，吓得我差点又露馅。狗男人，下次改进。爷爷，我回房间了。认错态度还不错，不过……江瑶瑶哼哼2声，开始打字，没有下次。这几天你别来我家了，外公问的话就说你忙，等回海城后，我就找机会跟他说我们分手了。还有昨天的礼物钱，加上刚才的西瓜，一共多少钱我发你。密封的车厢内，薄锦兰看着手机，微微眯长了眼睛，似笑非笑。这丫头不但过河拆桥，还想要跟他路归路，桥归桥，怎么还不回复啊？许是没收到他的回复，江瑶瑶发了一个萌萌哒的红色小狐狸表情包，在吗？薄锦兰唇角勾起一丝高深的弧度，打字回复，礼物钱先欠着。欠着？什么意思？突然有电话进来，江瑶瑶接听，喂，是江小姐吗？温婉的女声略显熟悉，我是云溪的妈妈，今晚想请你吃顿便饭，不知江小姐方不方便？江瑶瑶微微挑眉，思忖片刻，便答应了。可以啊，这对母女又想做什么妖呢？地址待会发你的手机，江小姐，我们晚上餐厅见。再见。江瑶瑶准时来到约好的餐厅，浮生窑。江小姐想喝点什么？三夫人仪态优雅的介绍，这家餐厅的红酒不错，鲜榨果汁也很新鲜，还是江小姐更喜欢喝茶，就喝白开水吧。江瑶瑶微笑着入座，干净。薄云溪脸色微变，硬生生忍了下来。江小姐，三夫人进入主题。昨天回家后，我和云溪仔细聊过了，也了解了事情所有的经过，确实是云溪做的不对。不管怎么说，你们以前曾经是同学，不能因为一个男人伤了彼此的和气。说完便吩咐道，云溪向江小姐道歉。她满脸不情愿的说道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请你原谅。心里嘀咕着，照片被传出去的话，肯定会让薄家蒙羞，到时爷爷一定会非常生气。跟薄家的荣华富贵相比，一个男人算什么？江瑶瑶勾起红唇，薄小姐没必要道歉，我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这事儿也该结了。我觉得她说的挺对，毕竟被狗咬了，我替她计较也该消气了，人总不能跟畜生计较个没完吧。江瑶瑶继续，所以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以后不管是薄小姐还是谢景然，我希望你们永远都不要再来烦我。如果以后在路上偶遇，我也希望大家就当不认识就行，因为我是真的很恶心你们这2个渣男贱女，恶心到一看到你和他的脸，我就像是看到了2坨屎。你和他每次跟我说话，我就像是看到了2坨屎。啪！薄云溪终于忍不住了，
他拍桌起，江瑶瑶，你别太过分了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云溪，三夫人拉住他的胳膊，我在家说的话，你都忘了是不是？薄云溪咬牙切齿的坐了回去，气得整个人都在发抖。三夫人又何尝不是强颜欢笑，云溪真的是诚心来道歉的，她已经知道错了，跟谢公子也分手了，失恋了，情绪不太稳定，江小姐千万不要介意。是吗？江瑶瑶神色慵懒，刚才路过商场，她还特地帮我挑选了礼物，想送给江小姐。三夫人说着，递上一个精致的粉色包装盒。江瑶瑶撩着眼皮，轻飘飘扫了某人一眼，然后她接过礼物，是某品牌的最新款钻石手链。她再次扬起红唇，夫人太破费了，江小姐喜欢就好。三夫人暗松了口气，笑容慈祥，别那么客气，你叫我阿姨就行，对吗？再怎么牙尖嘴利，不过就是个20出头的小姑娘罢了。这个岁数的女孩最抵挡不了的就是名牌包包和漂亮的珠宝首饰，只要投其所好，事情就很容易解决了。既然如此，三夫人顺势要求江小姐能否把那些照片和视频都删掉。终于露出真正目的了。江瑶瑶垂眸看着盒子，描绘精致的眉毛微微上挑着，让她有种高高在上的倨傲感。阿姨指的是薄小姐发的那些辣眼睛的床照和性爱视频吗？江小姐也是女孩子，应该知道在热恋的时候，女人很容易失去理智，甚至因为冲动做出一些错误的事情。三夫人娓娓相劝，现在云溪已经知道错了，她真的很后悔，也是真心诚意来跟你和解的。阿姨也向你保证，只要把照片和视频全删除了，你提什么要求我们都可以满足。既然阿姨这么有诚意，江瑶瑶挑挑精致的眉，好吧，我答应你，所有的照片和视频我不会发出去的。薄云溪果然跳脚，我妈说的是删掉，你是故意装傻还是耳朵聋了？听不懂人话吗？江瑶瑶看都没看他，我跟阿姨讲话，你在狗叫什么？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是这样的，江瑶瑶笑容艳艳的解释，我和薄小姐也认识不少年头了，虽然不如阿姨你这个当妈的了解她的性格，但我在她手里吃过的亏可真不少。高一那年开学，我被选为表演校庆舞蹈的领队，表演前一天，我的舞服被她用剪刀剪成碎片，最后她成了领舞，风光无限。高一期末考试，她作为英语课代表，故意把我卷子抽走撕掉，导致我考0分，不但错过夏令营，还没能进最好的英才班。高二有次上晚自习，她叫了好几个流氓，故意在路边堵我，要不是舅舅正好来接我，恐怕我就因为未成年被车轮女干上社会新闻了。江瑶瑶，你闭嘴！薄云溪疯了一般打断她，你胡说，你血口喷人！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江瑶瑶往后靠在椅背上，下巴一抬，双手环臂，妥妥的大佬坐姿。你不会真以为穿上香奈儿，提着爱马仕，再换个姓，你就真的可以改头换脸当名媛了吧？叶云溪，江瑶瑶向来知道见好就收的道理，她脸上重新恢复甜美的笑容。其实我只是想留点东西做自保罢了，以免日后她再像以前那样故意针对报复我。阿姨应该能理解的吧？当然，也请阿姨放心，我既然吃了这顿饭，还收下你的礼物，我说过的话绝对算数。她微笑着点头，既然江小姐做出承诺，我希望我们能就此达成共识。江瑶瑶娃儿，当然。薄云溪越我说，根本不用那么客气，直接找人把她手机黑了不就好了？妈，这是你听我的。江瑶瑶回到程家，一进院子就听到阵阵欢声笑语，家里来客人了。江瑶瑶换好拖鞋走进客厅，结果直接呆滞在原地。瑶瑶回来了，程老爷子笑呵呵的对她招手，快过来，你男朋友都等你半天了。江瑶瑶，卧槽，不带这样的，不是让他这几天别过来的吗？不听话是不是？存心跟我作对是不是？穆珂珂之下，江瑶瑶没办法，挤出笑容走到某人身边坐下。当对面的程润之目光探究的看来，你真坏。江瑶瑶一把抱住男人的胳膊，身子也粘了过去，捏着小嗓子娇滴滴的开始撒娇，怎么来我家也不跟我说一声啊？眉骨微微一耸，薄景兰低头望着他，江瑶瑶毫不示弱的回瞪，就你喜欢演戏是吧？那就来，谁怕谁？再说这可是他暗恋多年的男神，白给他的福利干嘛不要？这么想着，江瑶瑶便开始捏他的胳膊。薄景兰依然姿态随意的坐在那里，看似不动声色，实则后背已经敏感到僵滞。不要再玩了。江瑶瑶看着他的眼睛，越看越觉得不对劲。知道了。最后他率先败下阵来，别开视线，手指也不敢乱动，脸颊上更是绯红一片。啪！被迫吃狗粮的程润之放下茶杯，我上楼看书，不想看这两人眉来眼去的秀恩爱。他想要静静，楼下这么大地方不够你看的，还得去楼上。程老爷子吹胡子瞪眼，程润之微笑，爸，我觉得你也应该回避一下。2秒钟后，他反应过来，对，我突然想到2楼阳台的那盆兰花应该换盆了，走。两人非常无语，瞬间松开双手，再往旁边挪了一大截。他努力压抑着还在疯狂乱煦的心跳，开始质问，你干嘛突然跑过来？不是让你这几天别来家里的吗？刚才我差点露馅你知道吗？下次能不能别这样突然袭击？薄景兰似笑非笑的凝盯着他，嗓音似乎有些哑，我今天过来有事。什么事？薄景兰指着脚边的袋子，来拿昨天的换洗衣服。江瑶瑶气鼓鼓的虎着脸蛋，让司机来拿不就好了，有必要你亲自跑一趟？薄景兰脸上始终挂着浅浅的笑意，语调漫不经心，你为什么这么紧张？我能不紧张吗？万一被外公和舅舅发现我跟你谈恋爱是假的，你知道后果多严重吗？
江瑶瑶使劲瞪他，我外公凶起来很吓人的。还有我舅舅，你知道他练过5年的拳击吗？薄锦兰慢悠悠的点头，知道。程润之打拳的兴趣就是来源于他，就连拳击教练都是他介绍的。所以我也是为你考虑。江瑶瑶苦口婆心，如果他俩真的发起火来，我毕竟是程家的亲外孙女，打骂几句也就算了，可你不一样啊，你从小养尊处优的，这小身子骨根本扛不住的。薄锦兰看着他鲜活娇艳的脸蛋，扯唇低笑，我这小身子骨。江瑶瑶偷看了一下，精实强壮，男性荷尔蒙。江瑶瑶眨巴眼，突然变得结巴，那什么，你拿到衣服就赶紧走吧，时间也不早了。薄锦兰嘴角上扬，除了拿衣服，其实还有另一件事。江瑶瑶简直服了，语气也变得很暴躁，你还有什么事呀？能不能一次性说完？薄锦兰不紧不慢，从口袋里拿出2张小票。江瑶瑶忙接过来，一看到上面的数字，当场万箭穿心。法国查尔多1级中拉菲古堡红酒礼盒298888元。H 州状元风名乾隆锦399999元。纯手工古瓷民谣兰花茶具498888元。还好送给程润之的茶烟最便宜，只要1000多块钱。江瑶瑶抬起脸瞪他，你买这么贵的礼物干嘛？薄锦兰嘴角上扬，贵吗？还好吧。是啊，对于第一财阀的现任首席执行官来说，区100多万的礼物确实不算什么，可关键说要买单的人是他。江瑶瑶嗨嗨2声，人穷志短道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手头没这么多的现金，要不分期付款，先欠着，要不我给你别的法子。薄锦兰接过话。江瑶瑶眼睛一亮，你说。薄锦兰勾着薄唇，突然朝他靠了过来，可随着男人不停的靠过来，强烈的荷尔蒙气息将他团团笼罩。江瑶瑶睁大眼睛，身子不停往后，再往后，直到整个后背都贴在沙发上。而薄锦兰双手撑在沙发的两侧，如一只伺机而动的猎豹，盘踞在他的上方。江瑶瑶被这突如其来的暧昧姿势吓到舌头直打结，你要干嘛？薄锦兰又沉下来几分，高挺的鼻梁几乎贴上他的鼻尖，男人低沉的嗓音蛊惑般的响起，一个吻抵消100万，如何？江瑶瑶整张脸已经充血到爆红，她身子僵硬，紧张到声音都带着颤音。什么？我说。薄锦兰瞳色黝黑，性感凸起的喉结缓缓滑动着，一个吻100万。江瑶瑶终于听清楚了，然后人也傻了。薄锦兰似笑非笑的勾起嘴角，温热的手指似有若无的贴上她细嫩的脸颊，然后一路下滑，最后落在她红润的嘴角处。感受到身下女孩微微瑟缩的反应，她慢慢低头。江瑶瑶只觉得晕晕乎乎，不自觉就闭上了眼睛。预料中的亲口误并没有到来，反而是楼梯上传来脚步声，还有某位老人家的大嗓门：瑶瑶，你小姨来电话说。程老爷子手里还拿着老年机，笑容却突然僵在脸上，脚步也停在了原地。江瑶瑶也睁开眼睛，转过脸来，6只眼睛就这样大眼瞪小眼。大约过了好几秒钟，最有羞耻感的江瑶瑶率先反应过来，她手忙脚乱，伸手想要把某人推开，可薄锦兰不为所动，依然维持原状，待在她的上方。反而是老爷子忙转身上楼，你们继续啊，我再去给2楼的那盆兰花松松土。继上次开房被舅舅发现，今晚沙发东又被外公撞了个正着。江瑶瑶现在不想找地缝钻了，她想杀人。等老爷子离开后，她又推又拉，手脚并用，总算把男人推开。你刚才干嘛呀？都被我外公看到了。薄锦兰原先笔挺幼稚感的白衬衫被他弄得凌乱不堪。平日里她很注重形象，从来都是穿戴整齐，衣冠楚楚，一副不可侵犯的高冷禁欲模样。此刻竟难得显露出狂放邪气的一面，尤其搭配她挑眉的动作，看到了不是更好。江瑶瑶恍然大悟，所以她刚才是故意的，亏她还以为她真的要口误她，她甚至还闭上了眼睛。江瑶瑶咬着后槽牙，情绪很复杂，一时说不清自己心里到底该高兴还是遗憾。到最后，她只能继续凶巴巴的指责：那你也不用靠得那么近吧？薄锦兰微笑，不靠近一点怎么接吻？当意识到自己竟然又在犯花痴，江瑶瑶忙转过脸，根本不看他。谁知其实听到男人慢悠悠的声音，江瑶瑶不争气的又转过脸来。其实什么？薄锦兰唇角微扬的看着他笑，其实我不介意100万换你的一个吻。江瑶瑶先是小脸一愣，随即她起身，义正言辞，掷地有声：你想得美。不等薄锦兰说话，钱我暂时没有，等过阵子再给你。这几天没有我的允许你不准再过来。现在你回家吧。再见。不送。说完这些，他撒腿往楼上跑。沙发上，男人视线流转的跟随着他的背影，薄唇边始终勾勒着3分浅弧。接下来几天就是国庆假期，江瑶瑶一直待在家里陪外公。这几天某人还真挺老实，叫他不联系我，真的就没有消息了。程老爷子玩了会手机，突然问他，好不容易放假，瑶瑶你怎么不去跟景兰约会？程润之在一旁，该不会是被景兰甩了吧？老爷子果然脸色黑沉，你一个跑了老婆的，有什么脸说瑶瑶？有本事把淘淘追回来啊！你能追回来吗？你能吗？你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，知道吧？程润之的脸也黑了，人家俩人好着呢，是不是啊？瑶瑶，江瑶瑶忙拿出手机发消息，配合一下，我假装明天跟你约会，但其实我是跟朋友去玩，舅舅问起的话不要穿帮啊。
薄锦兰应该正在看手机，几乎秒回。狗男人，我明天约了人打球。江瑶瑶，那我就说跟你去打球。狗男人，江瑶瑶放下手机，娇滴滴的开口，舅舅，我男朋友刚才发微信了，说明天约我一起去打球，这样总强了吧？他和薄锦兰都要出去约会了，总不会再怀疑他了吧？明天你也去打球？程润之拧眉，江瑶瑶一句卧槽差点脱口而出，这个狗男人，为什么不说你约打球的人就是舅舅？看着舅舅黑沉的表情，江瑶瑶也很不好意思，但没办法，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，她只能继续演戏。舅舅，那你明天就别去了好不好？他后天就出差了，人家只有明天才能跟他约会吗？听着他矫揉造作的声音，程润之只觉得胃疼。行，他起身，明天我回局里加班，加，就知道加班。好不容易放假，不知道给淘淘打电话关心一下，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榆木疙瘩，追人都不会，废物！程老爷子又开始吹胡子瞪眼。翌日早晨，上午10点，江瑶瑶来到小区门口，坐上约好的出租车。师傅，去季风广场。薄锦兰，记住，咱俩对外说的是去打球，你可别说露馅了。江瑶瑶看着后照镜，看着，突然觉得不太对劲。后面的那辆黑色面包车，好像从他上车时就一直跟在后面，现在都拐了2个路口了，还锲而不舍地跟着。师傅，能开快点吗？司机是本地人，操着一口京腔开始评。小姑娘，你也看到了，这大过节的路上全是交警，真不能开太快了，扣分是小，扣钱我这一单就白跑了。江瑶瑶不慌不忙，那能麻烦你跟紧前面那辆白色奔驰吗？司机一听这话，突然就变得很激动。小姑娘，你该不会是警察办案吧？江瑶瑶严肃点头，是。好，警察同志你放心，我保证跟紧了。司机说着，脚下狂踩油门。果然随着司机加速，后面的黑色面包车也开始提速。可以确定有人在跟踪他。江瑶瑶立刻打电话，薄锦兰，我被人跟踪了，我发个定位给你，直接让司机开过来。薄锦兰又吩咐道。江瑶瑶，好。电话里一阵安静，她刚想挂断，别怕，男人温沉的嗓音仿佛就贴在她的耳畔，男朋友会保护你的。就这样，又过了大半个小时，终于抵达目的地。江瑶瑶看着外面，这家俱乐部好像是这几年新开的，明显位置很偏，门口除了停着几辆私家车，根本没什么人影。小姑娘，这里就是了，司机提醒。江瑶瑶只能下车，眼尾轻扫，后面的那辆黑色面包车也在路边停下，车门打开，接连下来好几个男人。江瑶瑶转身就往俱乐部大门的方向跑，那几人反应很快，拔腿就朝他冲了过来。没人，卧槽，狗男人报复心挺强啊，不就是破坏了他跟舅舅打球吗？至于这样玩我？溜了好几圈后，他发现薄锦兰好像根本就不在这里。卧槽，狗男人报复心挺强啊，不就是破坏了他跟舅舅打球吗？至于这样玩他？果然男人靠得住，母猪都能上树。一只手突然从后面抓住他的胳膊，江瑶瑶回过神，二话不说抡起手里的包就砸了过去。他一点都没有手软，而且这种专门用来凹造型的锁链手提包，配饰的金锁和链条全都是真材实料制造，就这样直接砸在男人的脸上，引得他发出嗷的一声惨叫。我操我的眼睛！江瑶瑶往后退一大步，几个男人迅速包围过来，除了被砸的那人捂着眼睛龇牙咧嘴，其他人都一脸不善。跑，继续跑啊！有2下子啊！追敌哥们腿都麻了。老大你没事吧？你他妈被砸眼睛试试！叫老大的男人伸手一看，果然已经流血了。操他妈的！你们几个给我一起上！江瑶瑶立刻喊话，我不认识你们，你们到底想干嘛？俱乐部里没什么外人，那老大很嚣张，有人花钱找我们办事，你说我们想干嘛？江瑶瑶眯起桃花眼，薄云溪让你们来的，还挺聪明。老大伸出一只手，既然知道了就别废话，赶紧把手机给我。江瑶瑶听话的从包里拿出手机，那你能告诉我薄云溪给了你多少钱吗？少他妈废话，我给你双倍。江瑶瑶打断他，见男人面露不耐，他开始加倍，5倍、10倍，或者你直接报个数字，要多少我都可以给，只要你们今天能放过我。薄小姐给的可是这个数，她比划了一个数字100万，你能给10倍？没关系，薄小姐说了，只要你把手机交出来，再拍几张裸照，这事就算结了。但如果你要反抗，就别怪我们不怜香惜玉了。你只知道给薄云溪做事，那你知道如今薄家到底谁说了算吗？如果今天这事被薄锦兰知道，觉得她能保得住你们吗？这丫头拿薄锦兰吓唬我们，薄锦兰又如何？不就是投了个好胎吗？就是，他这种弱不禁风的公子哥，我一个人能打10个。哈哈哈哈哈！见江瑶瑶依然不为所动，大哥不耐烦了，薄家大小姐要的东西谁敢拦？就算薄锦兰知道，你觉得他是相信自己妹妹，还是帮一个外人？那当然站自家人了。再说你是他什么人？他凭什么替你撑腰？这时有一道低沉磁性的男声突然响起，他是我的人。没想到狗男人穿休闲服也这么帅，真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。薄先生，都是误会，我们也只是拿钱办事，您千万别生气啊。老大第一个服软，低三下四陪着笑脸，哪里还有刚才的嚣张？薄锦兰微微勾着唇角，却不说话。那就不打扰薄先生了，我们先走了。老大迅速说完，手一挥，众人齐刷刷转身想要离开。我有说你们可以走吗？薄锦兰温淡的声音再度响起。薄锦兰低头，
从裤袋里拿出香烟和打火机骨节分明的手指，轻轻一按，哒的一声，蓝色的火苗窜起，就像是触到开关。然后江瑶瑶就看到大堂内那几扇紧闭的房门突然被打开，穿黑衣的保镖们黑压压的冲过来，瞬间将那几个混混团团围住。薄景兰就着那一簇火将香烟点燃，青白色的烟雾缭绕着，让他幽深的眼神有些看不真切，只是嗓音依然很淡，把人打晕，带去车上看好。虽然也知道像薄家这样的财阀家族配备保镖是最基础操作，可薄景兰向来只带一个司机出行，所以这还是第一次看到他有这样的一面。冷漠、狠厉又危险。保镖带人离开后，薄景兰没事吧？怎么了？薄景兰挑起眉梢。江瑶瑶回过神，开始质问，所以你刚才一直躲在楼上？我被他们追了半天，你故意见死不救是不是？薄景兰不答反问，让你录的音都录到没有？当然。江瑶瑶晃了晃手机，我刚才故意各种说话拖延时间，就是为了录音。薄景兰看着他娇艳活泼的表情，唇角弧度加深，你还挺机灵的。薄景兰继续淡笑着道，现在知道我不是故意见死不救了吧？江瑶瑶哼了哼，万一他们真对我动手怎么办？那你就还手。薄景兰唇角的弧度没有半点变化，打死了算我的。